大家好，欢迎回到北欧老吴的频道。今天是会员专享的周末漫谈。我们闲话少叙，直入主题，来看一下我今天给大家选择的禅师原文以及原文之后的一些禅师回复。今天我们看的这一课是教你炒股票第41课，没有节奏，只有死。这是禅师在07年3月30号的一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我选取的这些段落。因为文章整理比较长，所以说因为我们在做周末复盘的时候时间有限，所以说不能够特别深入的去跟大家一起分享每一篇文章的全部内容。所以说还是建议大家有能力、有这个时间的话，还是自己通读一下，然后再看一下我在这里提到的这些能不能够给你一些更多的一些启发。市场的节奏只有一个，买点买，卖点卖，这么简单的问题，但从来能遵守的人能有几个？是什么阻止你倾听市场的节奏？是你的贪婪与恐惧。买点总是在下跌中形成，但恐惧阻止了你；卖点总是在上涨中，但贪婪阻止了你。一个被贪婪与恐惧所支配的人，在市场中唯一的命运就是死，是吧？我也在我的解盘中经常提及这个，就是说，节奏比精确度更重要。你首先要保证你的节奏不能够错，对吧？该买的地方买，该卖的地方卖，而不是说去追涨杀跌。那么精度我们可以慢慢练习的，你通过大量的一个实战的练习，你去按小周期的去每天的去这样练习的话，慢慢这个精度就能提高上来。这是需要你真金白银的去干、去操作、去练习。但是节奏的话，这个东西，对吧？你不能说我现在这个位置应该是买的，那你去卖，那你整个的节奏错乱，那么你想再提高精度的话也没有意义啊，对吧？你从根儿上就错了。市场中，买点上股票就是好股票，卖点上的股票就是坏股票。除此之外的好坏分类，那都是瞎掰。你的命运只能自己去把握，没有任何人是值得信任的，甚至包括本 ID。唯一值得信任的就是市场的声音、市场的节奏，这需要你用心去倾听，用一颗战胜了贪婪与恐惧的心去倾听。很多人想在市场里面找一个拐棍儿，对吧？哎呀，这个大神啊，那个群里面的又是谁谁分析的很好，对吧？就是依赖性太强，但是市场中你谁都依赖不了，为什么呀？最终的交易，最终去点那个买和卖的人是谁？是你自己。所以说，你能信任的只有你自己。不论是我还是禅师，还是任何人，什么论坛呢、一些微信群呢、什么 Telegraph，所有的这些东西里面的人，你只是可能去听一听别人的意见，或者说看一下其他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思路啊、对吧？这些都能够只是给到你一些辅助的一些判断，但是最终的还要靠你自己。如果你自己没有这个交易的能力的话，那么长期下来的话，别人有那个能力，不能够长期像照顾小孩一样的照顾你，对吧？不可能啊，对不对？所以说，最终呢，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个交易能力。至于买卖点的判断，如何提高其精确度，那是一个理论学习与不断实践的问题。但这一套程序与节奏是不会改变的。精度可以提高，但节奏不能错乱。节奏比精度更重要。无论你对买卖点判断的水平如何，即使是初学者，也必须以此节奏来要求自己。如果你还没有市场的直觉，那么就强迫自己去执行，否则就离开。什么叫强迫自己去执行呢？就是我们在交易的时候，利用一些技术信号，利用一些禅师的这个禅论，对吧？比如说我用的双触发，就是有底分型，就是第一触发，这就是你如果说你没有达到市场的直觉，你还不能够判断它的内部结构，你还不能够判断更小周期的时候，你就用顶底分型也能交易。没有顶底分型的时候，你看都不用看，因为没有触发你的买卖，这就是强迫自己去执行。
在你的能力还没有达到更精细化的操作的时候，你就给自己设定，比如说你用均线也可以，对吧？5日线，如果说没有跌破5日线，用均线也没有问题的。你如果说在缠论还没有完全掌握的时候，没有跌破5日线，那么上涨的趋势可能就没有被破坏，你就不需要去参心是不是要大跌了，是不是要世界要崩塌了，对吧？不需要自己去吓自己，就是在没有形成一套体系的时候，你就给自己找一些能够帮助你捆住手脚的时候，捆住手脚的工具，这就是顶体分型，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然后更根本的还是要学会缠论这套非常好的这套理论。可能刚开始入门的时候稍微有一点点门槛，但是你慢慢学明白之后，其实操作起来非常的简单的。你相对这个其他的那些理论，就是传统的那些理论，什么均线啊，支撑压力啊，什么各种的所谓的经验总结都不靠谱，真的。所以说还是要能够把这个理论啃下来。那么你学通了之后，任何的股票你都能分析，方法是一样的。所以说这就是缠论的它是大小通吃，对吧？它是大小通吃的。对于初学者，一定不能采取小级别的操作。你对买卖点的判断精度不高，如果还用小级别操作，不出现失误就真是怪事儿了。对于初学者，按照30分钟来进出是比较好的，怎么也不能小于5分钟。5分钟都没有进入背驰段就不能操作。级别越小，对判断的精度要求越高，而频繁交易而导致的频繁失误只会使心态变坏，技术也永远学不会。先学会站稳，才考虑行走，否则一开始就要跑，可能吗？对吧？这禅师给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建议，对于初学者是给到一个30分钟作为一个进出，但是因为禅师当时他这个是以 A 股交易来说的，那么美股的话，它的交易时长是比 A 股长很多的，美股应该是6个半小时，A 股的话只有4个小时，所以说，我个人的话是看的是60分钟，然后我的上一个周期用的是日线，然后下一个周期就是15分钟，对吧？你要用30分钟的话，那你就可以看5分钟，然后它的上一个周期也可以看日线，这是你根据你自己的个人情况来定。如果说你能盯盘盯得非常好，或者想练习的话，那你就可以用15分钟、5分钟、1分钟，对吧？越那个图形的那个周期越小，这样的话你能够交易的次数就越多。所以说，如果说有能力、有那个精力看盘，可以盯盘的话，或者在练习的阶段，你可以把周期放的小一点。你这样的话，你就能够多次练习。只有练得多的话，你才能有感觉。所以这个的话，需要每个人去定你的交易周期。你是用的，主要还是看你能否跟踪一只股票的这个时间。如果说对于那个像我们这种不能够每天盯盘的人，你放的太小的话，那就会很错乱。你喝了一杯咖啡的时间，可能买卖点就已经错过了。所以说，这个需要根据每个人的实际情况来定的，没有统一公式，在这个里面是没有统一公式的，你一定要根据自己的那个实际情况。还有他这句话，5分钟都没有进入背驰段就不能操作，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理解？这个其实是很关键的一句话。什么叫背驰段对吧？我有这么一个中枢，这是一个中枢，对吧？然后这是小 a，这是大 A，小 b，这是模型里面的进入段，然后中枢，然后现在走离开。如果说我们看的这个周期是5分钟的话，现在看的是5分钟。现在我们来看它有没有进入背驰段。所谓有没有进入背驰段，就是这个进入跟离开比较，进入跟离开比较有没有背驰？没有背驰啊，明显那个 B 的那个长度大呀，长度更长啊，对吧？这个离开段的这个长度明显比这个进入段长，所以 B 没有背驰啊，所以说 B 没有进入背驰段，没有进入背驰段你就不能操作，因为它的下跌趋势、下跌的这个动能没有被消化呢。你这时候进就相当于刀口舔血了，
对吧？好多人这种大暴跌的时候喜欢那个接飞刀，那想博一个反弹，但是这个下跌趋势没有完成的时候，你进场那个博反弹的话，其实是非常难度非常高，对吧？你如果一旦出手慢的话，那就很容易被套在里面，你可能就买在了一个半山腰，它可以继续往下延伸。什么时候能进呢？就这种出现了背驰了，哎，这就叫背驰段了，这段就是背驰段，对吧？它现在就开始进入背驰段了。那么进入背驰段，你发现，哎，这个跌不动了，这三笔一二三，三跟一比较有背驰了，这个时候你才可以考虑往里进，或者说开始布局一些仓位，这叫背驰。所以说，为什么说禅师说没有进入背驰段你就不能操作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动能没有消耗呢。之所以出现背驰，就是因为这个段强的这段被后面这段给消耗了，有背驰了，甚至它可能要出现一个中枢之后，然后再打一个小低点。出现一个中枢，然后这个中枢出现背驰也可以，对吧？所以说，一定要关注是否出现背驰，没有背驰你就不能操作，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节奏永远的只有市场当下的节奏，谁只要与此节奏对抗，只有痛苦与折磨在等待。注意，一定要注意，所谓的心态好，不是如被虐待狂般忍受市场节奏错误后的折磨，这一定要注意。很多人错了就百忍成钢，在市场中是完全错误的。市场中永远有翻身的机会，前提是你还有战斗的能力。一旦发现节奏错误，唯一正确的就是要跟上节奏。例如，错过第一买卖点，还有第二买卖点。如果说你连第三买卖点都错过，连错3次，死了也活该，对吧？这还是在强调这个节奏，不能说，就是说好多人，比如说被套了啊，那个套个10年8年，那种感觉好像啊，我无所谓了，那个我现在能够承受市场的这个波动了，现在套这么多我已经无感了，这没有意义啊！你被套，你赚不到钱，那你在市场里面，那有什么意义呢？我们进这个市场来，不就是想利用，首先是利用这个短期的这些波动，把我们的成本降低，然后我们长期持有，要么就是吃一些分红啊，要不就是吃一些它的这个跟随这个公司成长，你也能吃到一些红利，对吧？但是你如果说进来了就被套了，资金全套在里面了，也动不了，然后你说你无所谓了，那你这不是自我安慰吗？对吧？就是说这种如虐待狂般的忍受市场错误后的折磨，这个一点意义都没有。我们要的是盈利的状态，而不是说被套在里面我无所谓的状态。所以说这个但是呢，市场的机会永远存在，也有翻身的机会。你如果说意识到这个问题了，你不是永远没有机会呀。很多人，但是呢，不是说我在市场里面交易了10多年，我这个经验很丰富了，我就可以知道怎么操作。其实不是的，你只不过从了一根那个比较脆弱的韭菜变成了一根老韭菜而已。可能市场割你的时候难度大了一点，但是还是能割你的。所以说，不是说你那个交易股票的时间长了你就懂，你不入门的话，你在市场里一辈子你也出不来，对吧？所以说这个入门或找到这个方向是最重要的。那么禅师这个教你炒股票这108课就是给到我们这个方向了。你把这个学会了，你通了，你明白了，那么你能够在市场里面翻身，对吧？你就有翻身的机会。所以说，学明白、学通，这个不论你在市场里有多长时间，你是刚入门才开始接触1个月，还是已经接触10年，都在同一个起跑线上，只要你没有入门。市场是残酷的，对于企图违反市场节奏的人来说，市场就是他们的死地。市场是美好的，市场就是巴赫的副歌曲，那里有生命的节奏，节奏永远是市场的节奏。一个没有节奏感的市场参与者，等待他的永远是折磨。抛开你的贪婪恐惧，去倾听市场的节奏。周末了，放下一切，去倾听大自然的节奏。生命的节奏，音乐的节奏，然后再回来倾听这市场的节奏，与市场共舞。你的贪婪与恐惧一一剥落，你会变得光明无比。禅师的这个第41课呀，真的是，你看出来他的那个每一句话都
都是如警钟般敲响在我们的脑海里，所以说非常非常的精彩。那么有时间的话，还是大家通读一遍，这样的话你的感受会更深。我们看一下他的一些课后的一些针对其他网友的当时的一些回复。这是网友当时的跟帖，也是在这个07年4月份，为什么航销刚购今天出来后还是涨停，极其不理解，对吧？很多人就是天天在问啊，今天为什么涨啊？今天为什么跌呀？我不理解呀，对吧？好多人在群里面，在一些论坛里面都有这样的那个网友会这样的问题。禅师说，市场不关心你的理解，市场只有当下的买卖，对吧？不要有那么多的抱怨，这个不涨的不合理，这个跌的不合理，市场不关心，市场只有当下的买卖，你有没有在该买的时候买，有没有在该卖的时候卖，这是我们才要关心的事儿。你管它涨还是跌呢，对不对？网友跟帖，禅师，今日罗杰斯说6000点开始抛股，你怎么看？当时这个罗杰斯，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跟随那个索罗斯那个。当时他跟索罗斯就是他其实是在索罗斯手下工作。当时他们一块儿做空那个英镑，他们都是一伙儿的。然后后来不跟索罗斯干了之后，那个罗杰斯又跑到中国去了。你看好多罗杰斯在那个油管上的视频，好多罗杰斯的。其实老头儿也挺有意思。他也是当时骑个摩托，也是在中国来回的旅游什么的，还挺有意思的。我也看过一些他的一些视频。然后当时罗杰斯也是可能也是关注 A 股或者也在炒 A 股吧。然后他也是利用中国的一些媒体也在说。然后他说6000点，当时是07年4月份的时候，他说6000点开始卖股票了啊。看一下禅师是怎么回复的。禅师说，在6000还没到的时候说6000点的操作问题都是无聊的。其实是在这里，禅师就想让大家抛掉预测思想，对吧？现在是多少就是多少，你不要说哦那个6000点以后，那万一不到6000，你说那些不都是废话吗？对不对？关注当下才是更重要的，而不是说去预测是我要怎样怎样。网友跟帖，禅姐，请问您什么时候会放弃一只一直操作的股票？其实这个问题非常好，我们那个朋友也好，还有那个我们自己这些你周围的朋友也好，或者我们自己也会经常问我，这个股票虽然说一直跟了，一直要长期操作，但什么时候不操作它呢？对不对？也会想到，难道就是说亏的时候，它在那个下跌周期的时候，我也要一定操作它吗？那么这个问题其实是问得非常好，看一下禅师是怎么说的。禅师回复：其实一只股票在它年老色衰前都可以一直玩下去。一般来说，在超大级别卖点出现时，例如季度甚至是月线的，就等于宣告这只股票已经精尽人亡了。对我们小散户来说，其实季度图、月线图已经非常大了。如果说月线和季线出现了明显的卖点的时候，或者说它上涨的这段以上涨为例的话，以上涨那段内部已经很饱满了，那这个时候你完全可以全卖掉，你完全可以全出掉。那么你就等待它画一下图吧。如果说我们这个周期是月线的话，如果说是月线这种大周期，然后你去那个做这个月线，这是从这儿一直上到这儿，那么它已经有两中枢了，然后第二个中枢也出现了一个小三买，然后 C 段也出来了。如果说在月线上都出现这种图形的时候，你完全可以在最高位全部卖掉，在这个位置全部卖掉，然后等待一个相应级别的，起码给到一个月线上的一个3段的一个下跌之后，再考虑进场。所以说这个位置，如果说月线周期，或者说甚至季线周期更大一点周期的话，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你是完全可以全部卖掉的。但是这是其中一种情况，还有的就是，如果说你说啊，它虽然说这个下跌周期要开启了，但是它也有分红，然后呢，你的那成本又非常低。如果说你的持仓成本是0，甚至是负，然后你也无所谓了，因为它即使是跌到0，你都不亏钱，你又能够承受它
这段，比如说，因为最少的一个下跌一笔的话要5根 K 线，就是5个月，5个月最少它的话，起码这段3段嘛，对吧？3、5、1、15，15个月。那当然了，它其中有一些 K 线是有那个包含那个共用的，所以说应该是小于15个月。那么15个月左右的一个下跌，如果说你能够忍受的话，那你就可以在里面待着不动，因为你的成本已经很低了呀。所以说这就看那个也不是绝对的，这也不是绝对说那个一定不可以玩了。那你可以吃它的分红也没有问题啊，然后你成本又很低，这都是可以的，对吧？这都是有那个前提条件的。网友问：一个走势中枢完成前，其波动触及上一个中枢或延伸时的某个瞬间波动区间，由此产生更大级别的走势中枢。谈解，这句话是否指必须是第二个中枢的前3段和第一个中枢321的任何一段重叠才是中枢扩张？如果说第二个中枢的前3段以后的即使有重叠也不算。这个问题是比较长，我们看一下这个，直接看一下禅师的这个答案。禅师说，概念有问题，一个中枢完成是和第3类买卖点相关的。如果一个中枢延伸，就证明没完成。我这里主要就是想说这个，一个中枢的完成是和第3类买卖点相关的，对吧？我一直跟大家这个在解盘的时候说，怎么判断一个中枢震荡不震了呢？不继续中枢震荡的标准就是出现3买，或者说是出现3卖，对吧？这是3买，这是3卖，这是判断我不继续进行中枢震荡的一个标准。所以说，在没有完成或者在没有出现3买和3卖之前，那么就可以继续中枢延伸，它可以继续延伸的，可以是9，可以9之上也可以，不是说到9就结束了。我们一直说9段，不是说到9就一定要结束，它可以继续向下延伸的。你看好多那些有一些小盘的股票，它一直在下面趴着，它可以在下面，这是一段下来之后，它可以在一直下面趴着，对吧？就是没有资金往里进的话，它就可以一直在下面趴着，它的这个基本面也没有大的变化的话，它就可以一直震，它就可以一直震。所以说9段以上升级是出现这种情况可以升级，但是它也可以不升级。好的，那么的话，这就是我跟大家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禅师的原文以及这个课后的这些回复。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周又要准备下周的这些看看宏观面要出一些什么经济数据。然后呢，现在离这个财报季呢还有一段距离，还有个几周时间。所以说，在没有出这个之前的话，那么还是要关注一下现在这些经济的，因为市场它波动嘛，出现大的波动的时候，肯定都是这些数据来驱动的。那么我们还是要相应的关注一下。最重要的当然就是周5的这个 PCE 数据了，对吧？跟这个通胀息息相关的。但是呢，因为现在美联储也说了，我们现在关注重点是在就业上，那么相应的周4就有就业数据，还有 GDP 数据。那么周4的话，这个联储主席又出来讲话，不知道是什么会议还是什么情况，他出来讲话了，我们需要看一下周4有一些。周3的话是跟这个原油相关的一些，对吧？如果说你炒油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那么周2就是这个消费者信心指数，对吧？这都是盘中的时间，都是10点了，对吧？那么周1的话就是一些制造业的 PMI 的一些那个数据。所以整体来讲的话，重要还是在周4、周5，其他时间的话，我们相应的可以关注一下。好的，那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要分析的这个复盘的这些标的，先看指数，看一下它的大周期，对吧？我们都是周末时间比较多的时候，我们就先看它的大周期。那么大周期最明显的变化，在我们上周做这个周末的会员专享的时候，我们已经说过，如果说本月的这个突破了5669那个高点的话，那么立刻就意味着月线上没有顶分型了，对吧？这是最明显的一个变化，月线上没有顶分型了。那么顶分型，这个顶分型又被打掉了，它已经是第4次出现这个情况了。我们看前面，这里是出现过第1个、第2个、第3个、第4次出现顶分型了。所以说这个动能是多强啊！尤其这波这个动能，这个当然了，
还是主要跟之所以美股的动能这么强，多种因素了。但是最近这波就是跟 AI 的这些东西相关的，对吧？所以说这个 AI 泡沫只要没破，那就可以继续往上走。现在预言上没有顶分型，想要出现顶分型，那就看10月份能不能够出现一个顶分型。那么你想要出现顶分型，就要破掉这个5402.62，对吧？这是你起码还没有出现顶分型之前，我就能知道什么情况下、什么变化造成这个图形上可能出现变化。我们每一种变化都是有临界点的，这就是缠论的那个好用的地方。它每一种变化都必须要有一个临界点，你只要碰到这个临界点，破掉了5402.62，意味着这个顶分型立刻出现。所以说，你只要知道了每一种变化的临界点，那么对于你来第一时间掌握变化是最有利的，对吧？好多人那个用传统理论的什么那个双顶啊，什么是那个头肩顶啊，这顶，在这个位置他发现不了，他到下到这儿了，告诉我头肩顶了，废话嘛，不是下来了我都知道了，对不对？所以说传统理论就在这儿，我们用缠论就不一样了，我能在第一时间我就能发现这个变化。这里出现那个顶分型了，是不是要延伸出来一笔了？延伸出来一笔之后，它不也不是说一定要反弹，它也可以继续延伸。那么这个时候，哎，这不是很明显头肩顶了，对吧？到这儿，传统理论说头肩顶出来了，我们在这个位置就知道这里有可能延伸出头肩顶的这种情况了，对吧？所以说，掌握了每一种变化的这个临界点，那么意味着你在这个市场中就处于一个非常有利的地位。你一卖它就跌，你一买它就涨，那这不是最美的事儿吗？对不对？所以说每一种变化都有临界点，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种变化的临界点是什么。那么在月线上，它的临界点就是5402，只要不出现跌破5402的情况，都不会影响这个结构的变化。那么不能够影响结构的变化，意味着它可以继续涨。所以说这就是我们利用顶体分型就能很快的知道需要去关注什么。很多人拿到一张图的时候不知道看什么，对呀，你没有这套缠论的这套体系的话，你确实不知道看什么，就知道哎呦两个双顶了，我这里是不是可以卖一些了？是不是可以做空了？好多人就是利用这种非常模糊的这种理论，传统理论最大的问题它不精确，你想落地的话比较难，但是缠论就不一样，它可以让你落地。那么现在我们关注就是最后这段3491到5733。还能不能够继续上涨，对吧？顶分型还没有出现，虽然说顶分型没有出现，我也要关注一下它的内部结构，内部结构够不够饱满，够不够充分，每一段是不是都有？我们看一下次级别周线。那么我们也把这个调整一下，做一下更新，这是我们之前画的。那么周线上3491上来，这个进入段构成中枢，然后离开。这个离开段我们从目测就知道了，没有背驰，跟进入段比较没有背驰。利用我们刚才那个禅师那个文章就知道了，没有背驰，没有进入背驰段，那么你做空的就不能进。当然了，这个周期是比较大的，这是周线周期，所以说这个对于我们小散户的话，只是用来观察现在是处于一个大概一个什么位置，对吧？一个大的给到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但是你具体要交易的话，这个是你要交易的话，我们这个资金量是不需要看那么大的周期的，可能是那些大的机构，对吧？比如说他们想做空的话，那你这个位置做空不都是就是纯死吗？对吧？上涨趋势没有那个出现背驰的，你现在就没有办法去做空。所以说这就是刚才禅师的给到的那段回复，完美的解释了这段你应该干什么。那么4103上来这段，看一下这个小 B 段，就是这段是小 B 段，在这个模型里面是小 B 段，看一下这个小 B 段里面的内部，日线上，这就是4103，把这个其他的清清，好的。我们看现在这个结构，4103上来一个3笔，构成了这个中枢的进入段，然后这个中枢震，然后一直到5402出现了一个300，对吧？这个当时我们都一直跟着的，出现这个300没回来，就是一个300。你当时如果现在复盘看一下，当时它这个黄金分割回测到了0.5和0.382之间的位置，回得很浅，对吧？
因为这些黄金分割的这些位置也不是什么魔法数字，一定要到这些位置。我们利用这个黄金分割的这些不同的位置来判断什么呢？主要就是来观察多空强弱。现在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没有都杀破0.5的话，说明多头还是强的。所以说我们做多的话，相对来说是可以大胆一点。一旦跌破了0.5了，都杀到0.618了，说明这个空头的力量还强。那么这个一个弱反可以继续往下走。所以说这些的位置是帮助我们来判断多空强弱。所以说我们关注的重点是多头强还是空头强。那么你要选边站的。现在是多强，那我肯定就做多喽。空头强，那我要做多的话，我就谨慎一点，对不对？所以说这些位置具体来干什么的，一定要很清晰、很清楚。那么现在针对最后这个中枢的话，我们也是比较过，我说过越往上涨，我们需要相对谨慎，因为它越容易力度不够的话，越容易背驰。我们也比较过4103上来，然后到这个起涨点，现在是刚好是卡到了0.5的位置，看到没有？刚好是卡到了0.5的位置，也就是4103上来这段和这3段。前面也是3段，这里是3段，后面也是3段，它俩级别相同。级别相同的时候，你就可以比较它的力度了。那么现在是刚好卡到了0.5，你看到没有？刚好是卡到0.5，现在又出现顶分型了。所以说，也不是说出现了那个背驰上不去了就要咣咣往下跌啊！市场哪能那么简单呢？对吧？那现在它要我们看一下后续的这些变化。我们利用缠论的这个不测而测完全分类的方法来看一下后续出现哪种变化的时候，才有可能出现真正的要转折。我们要避开的就是那个大的回撤。但是它如果说回来再震一下，这里做出第二个中枢来，这是第一个，这个中枢的高低点有重合，那么相当于这个中枢的级别变大了，可以继续往上涨，对吧？它甚至可以继续往上涨，然后在上面再做出第二个大的那个升级之后的中枢，才结束整个的一个上涨，也可以，对吧？这是其中一种情况。那么还可以是什么呢？就是这个下跌，跌的特别快。首先要跌破5402，那么5402就是这个临界点，对吧？这是我刚才我们说的那个临界点。出现了跌破5402，你就要那个谨慎了。跌破5402之后，如果说那个这些均线都扛不住的话，那可能直接踩200均线了，踩200均线就回到这个中枢了，这是第一步，也是可以利用中枢的这个下沿也可以观察，然后200均线也可以观察，这都是临界点。那么杀的非常猛，然后一个反弹不能够碰到5402，这个时候就要非常谨慎了。为什么呢？不能够碰到5402，这相当于形成了一个，如果说你用这个当成一个类中枢的话，那么它就会形成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位置。如果说真的是出现这个位置的话，那一定要跑，因为这个位置一旦出现之后，那这后面的力度是非常强的。所以说这个时候要反弹，所以这个就是逃命的位置。这个位置就是给我们逃命的位置，所以一旦发现出现这种情形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以清掉，把仓位清的多一些，因为现在这个周期，如果说要走反向的话，那么就是一个周线级别的一个下跌了，也就是说周线这里要回撤一笔，那么周线要回撤一笔的话，那空间就大了去了。我们也可以在这个周线上先看一眼，对吧？到5110这个空间，30%啊，10%，sorry，10%。那么到0.5的话是15%，所以说指数跌个10%，那么你个股的话可能就要30%、50%去了。所以说虽然说对指数来说这是一个很浅的一个回撤，那么对我们个股来讲的话，这个回撤还是比较大，所以这种回撤是我们想要避开的。尤其我们资金量小的时候，这种回撤是我们需要避开的。所以说出现了跌破，首先要打掉5402，然后你要进到这个中枢里面，又有200均线在这里撑着。那么如果说这些都破掉之后，你就知道了，它会给你一次逃命机会的，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它会给你逃命机会的。什么逃命机会？就是这个，这是有中枢的情况下会给到一个3脉。那么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为什么说是借用了它是借用了前面，这里如果说断开的话，这个位置是借用了前面的走势，那么你如果下来的话，这里是可以当成一个类中枢来。所以说这个位置是一个2、3脉重合的一个位置，2、3脉重合比单独的一个3脉的话，它更要去硬，这种的力度更强，就下来的力度就更强。如果说上涨的话，也相应的也是力度更强。
所以说是会给到我们逃命的时候的，那就是一类买卖点、二类买卖点和三类买卖点。那么出现这个时候，你要能够识别它们。我们要学的就是怎么识别这些买卖点。好了，那么的话，针对指数我们就不更细的往下看了。那么这个大的图形，这个周期上，我们先做一个小的总结吧。这样，因为讲的比较多，所以说可能是如果说不稍微总结一下的话，就是大家可能对这个思路也不能够理得很清。首先，月线上没有顶分型，这是我们第一下就能看到的。所以说，在本月剩下的这些时间，那么这个月线上是不可能出现顶分型的。那么下一个月就要关注了，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点位。5402，对吧？只要不跌破5402，那么就不会出现顶分型。周线上，小 B 段现在在走小 B 段，小 B 段没有背驰，进入段跟离开段没有背驰。那么现在周线上也没有顶分型，对吧？也是一样，周线上没有顶分型，也不会说出现转折。看一下这个小 B 段，也就是4103到5733这段的一个内部，这就是4103上来，现在只有一个中枢，然后呢？但是它这个离开，针对最后这个中枢的离开，现在跟这个进入段比的话是弱的，因为现在只到0.5的位置，也就是说，这段上涨的空间只是前面这段上涨一半的位置，对吧？这就是0.5的意义。那么上不去，冲不上去的话，它就要回来。回来的话是有几种方式，要么在这里做中枢，要么是快速往下杀。快速往下杀的话，是我们需要注意的。往上涨当然没有关系了，对吧？往上涨我们是赚钱的。那么就踏实拿着，往下来我们是需要去避开的。如果说能够对冲的话，可以去进行自己的对冲操作。所以说我们更关注说的更多的，可能很多时候是往下来，往上走当然没有关系，往上走肯定是大家都很厉害了，对吧？都赚钱，肯定是那个个人能力在那儿摆着呢。但是往下来的时候，我们要去发现这些关键的这些位置，那么能够识别出来什么时候是给到我们逃命的这个位置。一旦出现的时候，应该果断的去执行，对吧？你既然分析好了，你又不执行，那有什么意义呢？好的，这是针对这个指数，我们唠唠叨叨说了有快40分钟了，我们再简单，因为想分析的个股实在是太多了，对吧？那么又不能够，如果说时间那个也不太够，所以说我们就简单说几个，先看一下英伟达。在周五直播我们已经讲过的一些的话就不再说了，就看一下没说的。那么英伟达的话，现在也是瞅一眼它的大周期，看一下它的周线上，周线上从10.81上来之后，它只有一个中枢，它是一个三段，对吧？但是呢，只有一个中枢，这个 B 还没有出来。但是说没有不说 B 之前的话，起码也要一笔反弹吧。想要出现一笔反弹的话，要打掉131.26才可以。现在还没有出现，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日线，就是从这个90.6，它现在这个反弹呢，相对来说比较弱，因为前面有几个大的几个高点连线，给到了我们一根这个趋势线。这种在大周期，尤其是日线以上的话，这种趋势线的话，我们可以多用一用，因为周期越大，这个趋势线的这个压力就越大。想要突破这种趋势线的这个需要的资金量就比较大，对吧？所以说，那么既然有这么清晰的一个趋势线的话，它现在想要突破它的话，那没有一个基本面也好，或者其他的一些宏观经济的一些支撑的话，它想要突破这个的话，现在还没有看到这种迹象。那么这段还反弹还不够比，所以说英伟达相对其他的，我看那个 QQQ 已经突破了前面那个小高点了，英伟达还没有。一些个股的话，像台积电呢，还有一些都出现了，但是它这段还不够比呀，就这段。你严格定义的话是不够比，但是你如果说下面这里，因为下面这两个 K 线有包含关系，这两个 K 线有包含关系，包含处理之后是严格定义是不够比的，就看它什么时候能够突一下，突一下之后你要注意了，那就会到这个趋势线这里，那么你也可以减一点，然后等待它是不是要选方向，对吧？所以说我们是不赌方向的，我们是市场选了方向之后我跟，这是有明显区别的，我不去赌它。是不是这里我要重仓了，然后这里要突破了，对吧？我不赌，那么我到了这个位置，我反而要卖一点。那么上去了，我有底仓，我等待它回来，对吧？等它回来再踩一脚趋势线，然后我再进。所以这就是区别。这是针对这个英伟达。我们再看一眼这个特斯拉，特斯拉的话也是，它相对跟这些芯片相关的这些热门股的话，特斯拉有的时候会走出一些自己独立的走势。你会发现，往往这个是那个特斯拉会有自己的独立的走势。那么下面这个
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月线，下面有个大中枢，这里有个第二个大中枢，也是一样，月线上也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这个趋势线的压力，对吧？高点连线在这个位置，现在是已经突破这个趋势线，但是吧，力度还不太跟得上。这个 MACD 的张嘴没上来，现在这个 MACD 如果说真能张上来的话，那么它能够甚至突破299，再去414都不是问题。但是现在还没出现这种情况。那么现在市场上还在等待，10月10号特斯拉有这个Robotaxi 的这个发布，看一下这个事件能不能够触发特斯拉能够涨一波，起码能够推到299也好啊，对吧？你推到299再下来，再震一震，再选择方向也可以啊。所以现在我们就关注的就是什么时候能够往上推。那么它往上推的话，需要突破这个位置，也就是271。突破271之后，这个反弹就够比了，这个月线上就够比了。所以说，因为它现在是做月线的中枢震荡，那么中枢震荡的时候，它可以是中枢的任意位置，不是说一定要去299，突破271的立刻掉头也可以的呀。所以说，我们先看271，然后看一下日线上，从这个起涨点138，那么271是在这里，这是271的这个位置，这是138这个起涨，那么它上来进入构成中枢，虽然说这段离开的很强，但是又被拉回来了，对吧？不论你走的多强，你只要不出现3买或3卖，都有可能被拉回来。所以说，不要觉得这个力度非常强，就一定不出现3买或3卖。那你这种一定不出现就是预测嘛，对吧？那就被拉回来了。所以说还是在做中枢震荡，这个时候没回来。这个300，当时我们之前做这个盘中解盘的时候，一直跟着它，已经提示过这个300了。那么现在这个又上去了。那我们现在看一下这3段，就从182上来这3段的一个力度，基本上应该是一个等比例的附近的一个位置。现在是突破了0.118，等比例是在248.81，对吧？现在还没到这个等比例，但是这段上的相对偏弱，相对偏弱。但是好就好在什么呢？MACD 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这是特斯拉比较好的一个表现。MACD 在0轴以上，然后这个快卖线呢也没有明显的粘合，所以说还是在等，市场还是在等这个消息。看一下这个10月10号能不能再冲一冲。它现在虽然说你看着爬得慢，但是呢，它可以一点点的慢慢往上爬，这就是牛市节奏啊！牛市的节奏就是快跌慢涨。什么时候你发现它快速往上涨的时候，那可能基本上到头了。所以说牛市的节奏我们要注意。那么根据个股的话也是一样，个股的节奏也是，对吧？快跌慢涨才是牛市，慢慢往上涨，对那些没有耐心、拿不住股、天天想着那个追涨杀跌那帮人的话，他是拿不住的。所以说我们那个长期跟踪一只股票的话，就不怕你慢慢涨，就不怕你慢慢涨。所以说这就是一个，你的心态处在一个非常好的状态的话，你是能够拿得住股的。那么往上走，看到248这个位置，如果说能顶到248，就看一下这里是不是要回来一次，在这里做一个中枢。那么这里有一个中枢，这里有一个中枢，形成中枢升级再上也可以，对吧？这就是突破248，直接往上走去突破271这个位置。那就形成了什么呢？形成了月线上上涨那笔之后，再看它是不是也要再回来一次。它如果说突破271再回来的话，就是这个1、2、3，这个3没背驰，那就可以有4和5在上面再做出来中枢，也可以的，那就是一个趋势上了，晓得了吧？就是不是说一定要在下面形成中枢，那么没有那么绝对的，其他那些都是预测，我们只需要慢慢跟就好了。我们再看一眼苹果。苹果也是，好多人不看好这个，特别有意思。我看好多群里面也好，或者论坛一些不太看好苹果呀。然后那苹果就这个大科技大牛股，人家这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对吧？那么这个苹果这段的这个走比其他的股票走多好。我们看一下这个164这段，也就是月线上从164这个位置是看它现在能不能打出去离开。现在这个不够，就是不够比。按照我们那个缠论定义的话，看一下周线上，说是它不够的原因，就是背后的意义就是说它没有走完，这段没有结束，这是为什么说它不够的，为什么还要继续操作它的原因。这可以延伸。我们做多，那只有是上涨趋势延伸，我才能赚钱，对吧？我们所赚的钱就是趋势延伸赚的钱。
你下跌的话，只有趋势下跌延伸你才能赚钱。那么趋势不延伸，那你做空的话你是赚不到钱的。所以说我们说它没有结束，就是说它还有上涨的那个动能。看一下周线上还是不够比，从这个164，所以说有这么大的一个回撤，但是不够比呀，所以说还是6164上涨的延续。看一下日线，那么164这段。日线上一个非常长的一段那个进入，构成一个中枢。我们当时什么时候跟的呢？这个时候开始跟的。下跌走5段的时候，我在这里这一段时间天天讲这个苹果呀，看到没有？我们是学缠论是在这里进，那你这不懂的话，你可能追在这些位置。所以说这就是区别啊。我们在它出现转折变化的尾端的时候进场，而不是说这些位置往里追去。所以说，你就学过理论的和没学过的，就是明显的。我这里进，我拿到现在，和你再往里追的那个心态能一样吗？不一样吧？所以，而且成本也低呀。你只要你成本够低的时候，你这些波动都能够把它那个过滤掉。这些，因为你成本在下面，它在这上面震，你怕什么呢？对吧？你不亏呀。所以说，这就是一个成本低给你带来的这种心理上的这种这种非常安静也好，或非常能够笃定的这种状态，或者禅定的这种状态，是一个非常非常难得的这种心态。所以说，持仓成本一定要关注自己的持仓成本。那么成本没有很低的时候，不能到零到负的时候，那就看能不能够利用这些震荡的时候把成本降下来，对吧？所以说它现在还在做中枢震荡，还在做中枢震荡。那么周五的这个上涨明显碰到了一个明显压力线，这是我们前面画出来的，说过这条压力线，对吧？没有突出去，没有冲出去，然后又被打回来了。那么就看现在反弹也够比了，那就看下一周它能不能够这个 MACD 也在一个非常微妙的位置。如果说这里的力度能跟上的话，冲出去的话，再次突破237不是什么问题，对吧？即使是回来不能够回到这个中枢，还是出现300的话，还可以再往上走，除非是砸回到中枢到中轨。甚至是跌破中轨的时候，我们才需要去看看是不是要变盘了。所以说，针对苹果的话，那么就关注几个关注的点就好了。再看一眼这个 VIX，那么这个是震荡指数，看一下它为什么最近要看它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现在又要回到这个120天、200天这个均线这个位置了，对吧？前面这里是踩过几次它，然后出现了这个大幅上涨，所以说它又快要到这个位置了。那么这个 MAC 主要是什么？就这个的下跌没有前面大，面积 MACD 的面积没有前面大，意味着卖的动能没有那么强，就是说好多人对上涨迟疑，所以说好多人在买进这个 VIX， 那么意味着这个如果说到了一定位置得到支撑的话，即使再次跌破14.46的话，那么它会出现一个背驰，那么这个位置可能是要相当小心了，意味着股市那边可能要出现一个大幅的一个下跌了，因为它可以往上走了呀。所以说这个主要就盯着现在到了这些位置之后，能不能够要拐头？现在还没有拐头呢，对吧？它想往上涨的话，得要出现拐头啊。首先2根均线要粘合，然后出现拐头，现在还没有。所以说一旦出现那个时候，我们要相当谨慎，因为一旦它出现这种时候，在这个均线下面附近不远的位置，它的这种上涨对股市的杀伤力是很大的。它如果说像前面这样，一直在两个均线下面，你看到没有？前面这里就是这个120天和200天一直在这个位置。那你在下面震，那对股市来说它的杀伤力是小的。一旦上去，你就要注意了。所以说这是针对这个VIX，然后再看一眼这个 ARM， 这个也是跟芯片相关度非常高的，但是它的问题就是我也说了，就是因为这个。软元公司是最大的股东，它的持仓量太大，它好像现在还没有解禁呢。那么，因为它的占股太大，造成了这只股票流通的少，流通的少之后，那它的波动就相应就大嘛。它相应比其他的这个跟 AI 相关的就是波动是稍微大一点，但是它的结构非常好。那么这是我们现在看的周期是周线，周线上进入段构成中枢，现在就是中震荡，现在从96.66到149又反弹成比了。现在就是看它继续能不能再往上冲一冲，冲到164，看看可不可以，然后再往下震也好，还是怎样。我们把这个周线的这个中轨给它弄出来，对吧？现在在中轨上面，
看上到上面，然后再踩一脚中轨之后能不能够往上走。也就是说，我们要吃的是这个小 B 段，就是这个离开段。这个离开段是最猛、最利润最丰厚的。一旦发现它要走小 B 段的时候，也就是说这个中枢要往上移了，这里不震了，往上移动的时候，那这是利润最丰厚的一段。所以说，针对这个 ARM 需要关注这个。如果说不能够出现的这个的话，它也是在这个中枢震荡，它这个中枢区间是比较大的，我们可以看一下。70%的一个震荡空间，发现没有？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它的相应波动是比较大的。那么你那个操作它的时候就需要控制一下自己的仓位，你能不能够承受这些？你看它这一周跌了9.8%、8.8%、23.86%，这震荡都特别大。这一周是跌了30.98%，你问问自己能不能够承受？能承受就可以玩，不能承受的话就减少仓位就好了，对吧？这是针对这个 ARM，主要就盯着这个。然后今天再看一眼这个比特币，比特币的话也是最近比较少说，但是有些朋友是在买一些跟比特币相关的一些这个股票，我们也可以看一下比特币现在是个什么情况。比特币的话就是它大周期下面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月线的大中枢，然后这是出现一次回撤。从这个68000、69000跌到了15000，但是这个跌回来不是什么坏事，是300，月线一个大300，对吧？因为这个中枢的上沿是在13000，它只是跌到了15000，15000之后直接拉到了73000，这波上的是相当猛啊。那么现在这个回撤也够比了，月线上回撤也够比，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这里是走了一个，从这个点位其实是应该这么看，1、2、3、4。现在这里又构成了第二个月线的大中枢了。那么构成第二个月线中枢的话，那么就看它现在这里，能不能够结束。所以说就是看这个73000跌到49000之后，这段有没有结束。但是呢，它这里就一直在这里横，在这里一直打横，这也是不是什么坏事。那你可以利用它的更小周期做一下那个震荡，中枢震荡的一个操作。看一下73000到49000次级别，周线上。73000到49000已经回撤够比了，这里是出现过一些反弹，但是严格定义都不够比，所以我们都当成一段下跌。那么从这个前面这个15000的话，它也是下面只有一个中枢，所以这次回来的话，针对它的话还是一个300，这个位置还是一个300，但是因为那什么呢？但是因为这段在月线上已经回撤够比了，所以说你看你是要用同级别分解还是非同级别分解？同级别分解的话，那就是看中枢，对吧？这里可以再做第二个中枢。如果说要用非同级别分解的话，就是以73000作为分割点，那么左侧，那么这个中枢就不进行延伸，从15000到73000是一段，我现在是这段回撤已经结束了，因为月线上够比了，我现在就看这个49000这里能不能够走出来月线上另外一笔，那么就是以49000这个位置作为一个起涨点。也可以把它标出来。我们到日线上看这段，也就是49000。现在我把它断开，49000这里断开。那么从这个73000跌到49000，它已经那个调整的非常充分了，对吧？那么这个位置，然后我也跟大家说过，现在这个位置已经有日线上有中枢了，这里是有一个日线的一个小中枢，可以当成一个日线起涨的一个中枢。那么针对这个比特币的话，就是不要去玩那些它的合约。所谓合约就是带杠杆那些，最好不要碰，因为那个的话，因为它周末也能交易，那个合约的话，一旦自己操控不好的话，很容易爆仓的。那么就买比的那个 ETF 就好了的嘛，对吧？或者说你就买那个它相应的那些挖矿的那些公司也好啊，像那个 Marathon 啊，还有那个 Coinbase 啦这些。所以说这个可以做一下选择自己。那么现在从这个49000的话，这里就是在做了出来一个日线中枢了嘛，对吧？日线中枢之后，它现在这个已经上到0轴以上了，所以说这里看能不能够再往上延伸。但是现在明显就是受压于200天和120天和200天这里。如果说再次回来一次，看能不能够得到这个中轨的一个支撑，然后再上去。所以说就还在做中枢震荡呢。那么中枢震荡的话，就是一个中枢震荡的一个交易策略就好了。那我们今天已经讲了50多分钟了，我还想再讲。那么还有一个，在最后提一个，就是这个英特尔。为什么要说英特尔呢？这个是在周五的时候出了一个消息，
就是说好像是高通，因为我们周五直播的时候刚好讲了高通，那么高通说是要接触在英特尔要买这个英特尔要收购它，不知道是整体要买还是只是要买一部分，我们不知道。我们看一下英特尔这个图形还是比较有意思的。英特尔现在这个位置啊，它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这个3M，也就是季度图，每一个图 K 线就是一个季度。如果说从这个起涨点，从下面这起涨的话，这是算进入段的话，我们看一下这个季度这个中枢震荡有多少段？1、2、3、4、5、6、7、8、9，刚好有9段了，哇，震了9段了。那么这个周期还是非常长的。通过，但是现在这个第9段还不够比，这个第9段还不够比。但是呢，你通过看这个图形，你就知道这个公司真的是，从这是多少2000年，这是一直从2000年呢，一直在这个震在这个区间里面，这都是25年了呀，已经25年在这么一个，所以说啊，你通过看一个公司大周期的图形，你就知道现在这个公司整体的一个经营状态，所以说不是很好，对吧？不是很好。那么现在它已经震到第9段了，就看这个51.28跌到18.81这段，因为它要如果说被收购的话，它可以随随便便就能起来个20-30。你看一下它这个那个箱体的一个空间，101%，比刚才那个ARM 还要大，所以说它这个空间还是比较大的。那么但是我要说一句，就是我在这里分析它，不是要大家去赌这个收购啊什么的，我们只是拿它为案例来分析一下，就这种大的老牌公司出现了这么多年在这里震，那么是不是因为它往下的空间并没有太大了，对吧？它这么多年都不能够脱离这个区间，那什么时候？因为它背后毕竟有那个美国政府托底呢。因为它相应的这个工作机会太多了，对吧？一旦它垮了的话，而且，现在这些公司呀，什么英伟达了、AMD 啊，什么高通啊，他们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说他们的芯片自己生产不了，他们的芯片只能是台积电生产。台积电虽然说是现在在美国建了一个厂，但是这个产能并没有起来啊。而且你把宝压在了台积电一个身上，你对一个国家的战略政策其实是很危险的。所以说长远来看的话，那么英伟达那个是大而不能倒，可以这么说，英伟达是大而不能倒。毕竟你光靠一个台积电，万一以后台海出什么事儿的话，那你所有的那个芯片都没有办法出来了。尤其是英伟达现在这些 AI 相关的这些东西，现在显得更重要了。那么英特尔说白了，你得两条腿走路啊，对吧？一个国家你不能押宝压在一个身上。所以说英特尔就是你即使往下沉的话，它也不可能沉到下面这些区，它顶多还是在这里震。那现在又离这个底部区间很近了，对吧？前面这个最低点在哪里？16.84，现在最低点已经砸到了18.5了，而且啊，它离这个现在这个均线，这是200季度均线，200季度均线已经出来了，基本上也踩到了200季度均线这个位置，对吧？所以说也是一个比较关键的一个技术的位置。那么看一下，现在从51.28跌下来这段，月线上从51.28回撤还只是一笔，但是呢，它这个张口张的还是非常大的，看到没有？张口张的还是非常大 ，MACD 张口，所以说这个下跌动能还是很强的。看一下周线上，周线上已经比较清晰了，这是从51.28下来。我们看周线上那个图形，我们用那个裸 K 先看一下，这是这个51.28，那么它是一个1、2、3、4、5完美的五浪下来，完美的五浪下来，而且这个第5浪跟第3浪比较的话，这个面积看那个面积明显小了，发现没有？跌的动能没有那么强了。3浪的这个面积明显比前面的5浪的比后面这个5浪的面积大，所以5浪的面积小了。那么又是在周线上出现第5浪，那么我们要关注就是第5浪能不能够结束。从37.16下来这段，对吧？到这个18.85、18.51，然后看一下它的次级别，也就是日线，这就是37.16。到18.51，它也是一个1、2、3，也是一个3段背驰了，看到没有？3段背驰之后出现了这么一个位置。当时如果说你要一直盯着它的话，这明显是一个这个股价出现新低。它怎么比较呢？是这么比较的。
1、2、3，然后这是一个股价，股价在这个位置，然后比前面这个股价低，但是 MACD 当时在这个位置比前面这个位置高，说明是股价比前面低了，但是 MACD 的位置比前面的高，说明这个位置被持了呀。所以说你要是盯着它的话，这个位置是可以尝试往里进的，对吧？那么现在又快速的往上来，张嘴张的挺大的，日线上起码张嘴还是张的不错，所以这段要往上走，它这段明显的趋势，明显的压力就在这个120天，这个空间还是很大的。看一下，先看一下这个空间，30%左右的一个空间，又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缺口。这个缺口当时是那个出财报的时候一个砸下来的缺口，看看能不能出现一个这个微转的一个情况。如果说能够出现微转的话，起码要把这个缺口填上，对吧？到了这个缺口再往下来，然后再往上走也可以。所以说现在它这个现在就看从这个18.51上来这段的一个内部，它也可以是什么呢？这是2次反弹，这是一笔下来，1次反，2次反，然后再下来也可以。但是呢，前提是这段要结束，也就是18.51上涨的这段要结束。我们看一下这段的内部。好的，这就是18.51上来的那个内部，最低点在这里。这是18.51，然后上来，现在我们看的周期是1小时，一个下上下，在1小时上做出来一个中枢来了，看到没有？这是1小时做出来一个中枢。那么这是这个中枢的进入，构成中枢，现在是尝试离开，但是因为周五的这个消息刺激，它一个大阳线直接拉上来，拉到这个中枢之上。但是呢，因为这段没结束啊，现在是没有办法，你去比较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这段内部要结束，你才可以比较，然后再加上你看这个 MACD 也是一个回踩一脚零轴之后被强势拉回来，所以说关键就是下周看它这个收购这个事儿能不能够有一些消息上的跟进，那么它就可以继续往上走了。那么往上走，你就要去关注这个进入段跟离开段什么时候出现背驰，现在就可以先比较一下，对吧？到24.42的话才是等比例。如果说下周直接给你个高开，这段变成跳空缺口，直接往上走，24.42以上往上走，那你就知道没有被持了，它就可以继续往上走。那上面在26.94、27呢？27的话是这个均线在哪里？这个120天是在29呢，离这个均线是比较近了。在1.618是在27附近，那这个均线是在29附近，基本上就是杀到这里了。所以说，那么我们就可以利用1小时的这个位置，这个24.42作为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多空强弱的一个分水岭了。如果说直接跳空上去，那么从昨天周五收盘的价格到这个位置的话是11%，那如果说真的出现一个什么消息的话，直接一个跳空11%，这是一个好的情况，就是真的是有一个那个收购的一个推进。次的情况就是，哎，这里是形成了底分型了，它可以再次砸回来。这段比没生成，它可以在次级别出现一个回落，把那些追涨的人杀出来，先把那些追涨的人震出去，然后次级别就是现在我们看的是1小时，它可以在5分钟、15分钟上里面出现回落，在这里震，然后再次拉上去，再次突破前面这个高点，以这种方式构成1小时上这里比也是可以的。所以说这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差的情况了。那么整体来讲的话，它只要不脱离这个中枢的话，那么针对这个英伟达的话，它都有希望往上继续走，因为它这前面的调整是比较充分的，所以说就看它后面的这个30-40%的这个空间能不能够达到。好的，那么我们今天就分析到这里了，再见。